大家参加国际空间设计大师泰勒先生的手稿展。负责本次展览的是易华集团。稍后我们将采访易华集团总裁易敏才先生。易华已经是本市的龙头了，依旧改不了挖坑吸血合作方的坏习惯。语言的攻击，并不能拉下易华第一的位置。你现在还不够格跟我对话。这烂尾楼不仅能通过验收，还能卖出帝王价。让你见识见识，怎么样？伪造的够真吧？那您孙子这点把柄，够格吗？您最好答应我提出的条件，否则今天来的记者可能会有意外收获。看什么看啊，流氓！伸手可以啊。喂，你拍什么拍啊？趁人之危啊！这么多人追你，不拍说不清楚的。把视频删了。放心，我开美颜了。把视频给我删了。下次投怀送抱，换个氛围好点的地方。为了抢手机，衣服都能扯破，你还真是个笨贼呀！贼？我是贼。这个展览展的泰勒才是贼。我就是因为在外面指证他盗窃了我的作品，所以才被易华集团的人追到这儿来的。哦，手机还我。手机还你可以，但是我要亲眼看到你把视频删了，不然我就这样跑到外面去说你非礼。这就是我录视频的原因。看你在男厕所飞檐走壁这功夫，谁能相信你被非礼啊？你这么大人了，衣服会穿吗？把衣服穿上。等我确认你不是冲我来的，视频我会删，衣服口袋里有我的名片、公司地址、电话全都有。如果我食言，你尽管报警。衣服记得还。冤家路窄啊，陆总。你们几个看着出入口，别让外人打搅我和陆总聊天。小易总带这么多人夹道欢迎我，是不是上次的亏没吃够？你得意什么？你真以为偷摸录点把柄就能嘚瑟？上！你怕是不知道，创立品上之前我是干什么的？都愣着干嘛？一起上！收看我直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带大家来参观的是泰勒的手稿展。相信你们也看到，现在馆内呢访客非常多。正找你呢，给我抓他！2个人一起收拾。没有骗你们吧？
哎，这位小帅哥，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？现在在线人数可是有5000人啊！来，对着屏幕和我们的在线朋友们打个招呼。哎，这位小帅哥盯着屏幕紧张到不会说话，没关系，这边呢还有一位大帅哥，你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？10个人，厉害啊！10分乐意啊，这边请。小帅哥，要不要一起啊？好了，我们不打趣这位小帅哥了，现在呢就让我们去泰勒的手稿展，一睹为快。哇，2万多人啊！哎呦，2万了！也不知道是泰勒的魅力大，还是我身旁的帅哥魅力大。等一下呢，就请你帮我们好好的解读一下。没问题，这边请。女英雄啊，胆识不错，10个僵尸粉的直播就敢糊弄1家少爷。你管我？反正糊弄成功了不是？为什么帮我？是你先在男厕帮了我，虽然被冤枉让我很不爽，但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不站出来不是我的做派。这下我们两不相欠了。这样才算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不是，哎，妈，你知道你的大意给易华带来多大的损失吗？妈，你消消气儿。奶奶，我本来能拦住陆晨阳的，但不忍吃里扒外和他是一伙的。不然，你有没有脑子啊？你以为刚在美术馆拦住了陆晨阳，他就拿你没办法了？你的把柄可是在人家手里。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？奶奶，妈，不然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啊，能耐得很。回国第1天就大闹展馆，诬陷泰勒窃取他的设计成果，好好一场展，被他搞得鸡喘不宁的。7年前，你耍花样让我给你的助学贷款做担保，今天又想故技重施吗？那我也想问问奶奶，您知不知道二叔一家杨凤因为坏事做绝，在我临毕业的时候断了我的助学贷款不说，还让我的导师以帮助我解决学费为由猥亵我。您别听他胡说。这么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，我看这学不上瘾吧。奶奶，您识人不清，作恶不管，怪不得到了退休的年纪还得日理万机。妈没事，你刚回来，快给奶奶问好，快去听话啊！你看看你这副尖牙利齿的嘴脸，果然跟你爸一个样子。你根本就不配提我爸，他为什么坐牢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他替易华扛下一切，你们又是怎么对我们母女的？我爸要是知道您这么苛待我们，一定会后悔当初的决定。是你爸忤逆背叛我在前，主动放弃你们在后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哪儿不舒服吗？快送医院吧！妈，你回答我。别让他死在这儿。没事吧？妈，你醒醒啊！妈，医生，快救救我妈！您的卡里余额不足，请尽快补上。
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冠心病并发了心源性休克，不过还好你们送来的及时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目前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谢谢医生啊。术后存在一定感染风险，建议病人还是留院观察一段时间。好。你母亲还需要留院治疗，明天请把后续的治疗费用补上。董事长，董事长。有话快说，我的时间不是你能够耽误得起的。我能做对一家有价值的人。靠一张随处可见的名片能证明什么？奶奶，我猜您应该很想对付陆晨阳，而我是一家现在唯一不被他提防的人。我愿意当您的鹰犬，做一个对一家有价值的人。希望您能为我妈续上医药费。等你真的走到她身边，再来和我谈。不然，你要敢诓骗我，我会亲手毁掉你的一切。听清楚了吗？只要某些人不来碍事，您就等我的好消息。林总、刘总，好久不见。走走走，来来来，今年的行业聚会可有意思了啊！易华占据海市半壁江山，这多少年了，终于有人忍不了了。你们说的是最近品尚集团刚刚现身的幕后老板陆岑阳吧？陆总，谢谢。哟，来了。哟，哎呀，陆总，久仰久仰。永盛建材林耀华，林总您好，品尚陆岑阳，幸会。浩瀚星空刘旭，刘总，幸会。哎呦，幸会，早就看到品尚的设计前沿新潮，原来背后是有高手操盘。有机会一起玩。好的，好，一定。据我所知，各位的项目和易华都是深度绑定。我们品尚虽然不是大公司，但风格化一直是我们的追求。陆总快言快语，但是在本地发展，没有易华的帮衬，很难玩得转的。易华背靠资本，垄断了市场和话语权，和这样的企业合作，各位只能永远成为他们的复制粘贴品。繁荣了是易华的，出了问题大家得一起背锅。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胆魄跟我一起开创新局面？这个，看来是我心急了。今天就是为了交朋友，不谈公事。对。各位老板好。哟，这不是瑞格建材的凯瑞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刘总，今天有点事情迟到了。这位是刘总，你也不跟我介绍介绍，您这样让我多尴尬呀！哎呦，这是品尚的陆总，年轻有为哦。陆总好，幸会。刚刚听到了您的志气，我愿意站在您这边，希望能跟你一起联手打破易家在本地一家独大的格局。陆总，我过去应酬一下。
你们先聊啊，我们那边也有个应酬。凯瑞，你跟陆总多聊聊，多聊聊，多沟通。陆总，能否请您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喝一杯，聊聊细节？当然没问题，请。好。赶紧回来！我想到一个对付陆晨阳的办法。今晚是1月1度的行业峰会，你让子鹤找一个漂亮小姐花，陪陆晨阳安排安排。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二叔一家只会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，不过这正好给了我一次接近他的机会。很高兴认识陆总，陆总胆识过人，让人钦佩。比外面那些又老又胆小的狐狸看着顺眼多了。我能提供给您的建材价格和质量，跟我的身材一样迷人哦。Carrie 小姐不怕被易华封杀吗？那就要看陆总你值不值得我托付了。Carrie 小姐经验绝绝，这份优待我可不敢独享，否则要成为全场男人的公敌了。我很想跟你交这个朋友，干一杯吧。天阳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听说这儿有美人计，我来开开眼。不许赶我走哦。你好，不然，陈阳的朋友。Carrie， 布小姐，身材是长出来的，可不是凹出来的。女人的美是由内而外，不是露出来的。听说陆总是异性绝缘体，看来布小姐是个例外啊。那当然了。还不走，看来只能放大招。我第一次见陈阳的时候就见色起意了，这帅气棱角分明的脸，健硕的胸肌，一眼相中，根本把持不住。陆总，我慕名想要跟您合作，但是您身边这位红颜知己好像不太欢迎啊。你也知道，在易华和品上之间，选择站你的只有我。您不能因为我是个女流之辈就把我看低了吧 ？Carrie 小姐，我肯定没有这么想。那干了这杯酒，我们就是一体的了。Carrie， 我一会儿要送小冉回家，这杯酒我真不能喝。陆总，你这是在婉拒我吗？这样，我给你叫代驾。陈阳说了，要亲自送我回家，当然是不想有第三人打扰。布小姐，陆总待你这么好，你可不要恃宠而骄啊。陆总，请您给我一杯香槟的面子，我保证，我给你的助力一定会大于林总和刘总的总和。陆总和人合作从来不是被选择，酒我替他喝了，我们先走。Carrie， 小冉是一杯倒，我得送她回家了。失陪。
好。我好……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？喂，哎，一杯香槟而已，不至于吧你？喂，你是装醉还是真醉啊你？我这么看起来你也挺帅的。你再这样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喂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干了这杯酒，我们就是一体的了。你冷静点，我去给你拿瓶水。你别走。你冷静一点，应该是凯瑞。喂，慢点，小心啊！我要吹风，我好热呀！我得帮你捆起来，你捆起来你不老实。别动。吹风，你这……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哎，我亲你个大头鬼！亲！别进来，你睡门口啊你！喂，你控制一下！救命啊！我这是在什么地方？你确定？我确定。陆慈阳，你死定了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监狱里。谁进监狱？看完之后再下定论。哎！看到了吧？是谁强行闯入？是谁主动投怀送抱的？对了，你吐脏的衣服还有撕碎的衬衫都得照价赔偿。你在我家借宿了一晚，按照标间300一晚收费，不算贵吧？至于精神损失费，我看在你是一个女人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我的要求还算合理吧？哦。昨天晚上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儿？又怎么知道有人要算计我的？是凯瑞螳螂在前，还是你黄雀在后？
我会露面，不能让他知道我是一家人。我看到有人要偷拍你，好心去提醒你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应该安全的把我送回来。而且我已经同意了等价赔偿，现在到你了。昨天我帮了你，就算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早知道黄雀后劲这么大，还不如让螳螂给骗了。停！我不是也是因为酒里被人下药了吗？我就知道你被人下了药，所以你昨晚那么折腾我，我都没有计较。你替我挡了灾，昨晚的事情我可以当没发生。哎喂，你这个人别说的好像你受了委屈似的，行吗？我主脸没谈呢，我亏大了。我懒得跟你说这些，赶紧出去。我还有话没说，听我把话说完了。你等我说完嘛。你有完没完了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为你牺牲够大。昨天的事算了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。只要你不借此讹我负责，尽管说。谁稀罕你？我希望我能加入品上。品上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，你别想走后门。奶奶要是知道我失败了，一定会不管我妈的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进入品上。时间到，谁想先来作品阐述？我的设计主旨是打破圆弧形的空间格局，开放式设置空间。你看这个，方便房主在室内的活动，而收纳则更多的利用上部空间，如吊柜、上下床位等。你是指望一个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和一个60岁的老人每天上蹿下跳吗？我的设计主旨呢是突出一个方便，然后既要保证空间的功能性，也要有它的安全性。考虑到房主及家人是残障人士，空间设计上肯定是把安全便利放在第一位。你看看，空间太小了，可操作性实在是有限。下一位。我的设计主旨围绕的是解决基本的生存便利展开的。这是一间位于1楼的40平米的小房子，面积狭小，住户是2名行动不便的人士，而楼下呢正好是车库，在入户门的地方，我把它设计成电梯，打通房子和车库，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出行的问题。而卧室，我们采用的是地床设计。这种隐藏式的设计，能尽可能在有限的空间，为行动不便的住户提供最大的活动空间。我觉得它这个设计挺好，确实不错。我们这次的考题切入口很小，这个不染能挖掘出房屋使用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在需求，倒是个有温度的设计师，很符合老板您的要求。能够做到这么细腻，可见他真诚的态度，是面试者中少有的亮点。他要是加入品上，一定大有可为。现在公布通过面试人员名单。赵磊。不然，恭喜2位通过本次面试。妈，我终于找到设计师的工作了。离我的梦想又近了一步。哎，稍等，还没找您钱呢。哎，您就安心住院吧，医药费的事情不用操心。等我一会儿接了我爸回去，我们团聚，咱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
小姐，给您钱。谢谢啊。妈，我到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有钱吗？您要钱干嘛呀？我在里边关了7年了，那出来不得泡个澡、按个摩，喝点小酒，享受一下新生活呀？快点！怎么，都舍不得给你爸点钱花？您就不问问为什么只有我来接你吗？是没看见咱家车。您都不关心我妈在哪儿吗？妈被2叔一家气到心脏病发，幸亏抢救及时。我先带你去医院看看，走。马医生，这工作再忙，也要叮嘱好病人配合治疗啊。思琪只有每次都按时治疗，这效果才会出来。遇到像你这么认真负责的医生，我才敢偶尔开小差的。放心吧，之后我一定会按时按点的盯着他来针灸的。还需要40分钟。明白。爸，这边。妈，您看谁来了？明德。我爸一出来就马上来看你了，让他休息一下都不肯。正好我也有事儿，让我爸好好陪你吧。明德，你受苦了，我天天盼着你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家团聚的时候。可是我这身体不争气。才给你看病，花那么多钱，舍不得给我一点买酒喝，真是个孝顺的闺女。白眼狼。真是的，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好一起接他去啊！是呀，我就说怎么满屋子都是酒味儿呢？小才子，哎，这几年没见，发福了你，有钱吗？啊，钱？可惜，等会儿给大哥赚点钱。你看大哥现在的样子，连生存能力都没有，大嫂又病病殃殃的，不然啊，你懂点事儿，赶紧找工作。现在连工作都没有。我可真羡慕你们这一家，没工作还能白吃白住，有钱花。也是，谁会招一个妈妈常住院、爸爸又坐过牢的人去他们公司呢？够意思，多谢啊，弟妹，谢谢啊。叔叔的消息也没有很灵通啊，你还不知道我马上就要入职品上了吧？我已经告诉奶奶了，奶奶对我特别满意，这还要感谢叔叔婶婶的不作为。
你要是这么快能进品上啊，那我明天能当那就拭目以待。你最好像你说的那样，不然迟早被赶出家门。哼。喂，你好。不然女士，非常抱歉通知您，由于我们查出您的设计和泰勒老师出版的作品集非常相似，我们合理怀疑您有抄袭行为。哎，不是我，所以本次面试结果无效，您不能进入品商。哎，喂。录用了又取消，品上没有这样的先例。老板放弃他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她是易敏德的女儿，品上绝不能让易家人进入。陆总，我没有抄袭泰勒，是他窃取了我的作品。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跟您解释过了，我才是那个受害者。如果你们要因为这个原因就取消我的面试资格，那我不接受。不接受又能怎样？泰勒是有社会威望的资深空间设计大师，你呢？一个肄业学生，一个枪手，还是一个名声不怎么好听的女人。你觉得我应该相信谁？我能证明自己的能力。能力？哼，能力再好，但人品败坏、背信弃义，靠出卖别人获得利益的这种人，能力再好我也不会用的。喂，你回国了？正好一会儿找你。可以啊，秦勋，你调查的还挺清楚。收工。这才几天啊，你收工也太轻松了吧？别急。你老公出轨的证据我已经发给你了，就按我们之前说好的，我不要报酬，你把你名下福月阁那套房产低价租给我。好，合作愉快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就不信我搬到陆慈阳对面住还找不到机会。不然，我虽然愿意帮你，不过我也挺替你担心的。你想利用陆岑阳成为你手里的王炸，事实很有可能是你变成他手里的1对3。二叔一家对我严防死守，我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虽然我现在还进不了品上，但如果我靠实力解开了和陆岑阳的误会，又未必没有机会啊。毕竟品上看重的是设计。陆岑阳呢是误会你抄袭泰勒才讨厌你，既然是误会，早晚能解开，放宽心吧。嗯。陆总，您这么早下班啊？你要干嘛？物归原主。为了还风衣，特地找到这儿。你能替我搬家吗？不远，就在你对门。所以你明摆着是冲我来的。是啊，你说的对。这儿房租可不便宜，这么舍得下血本，看来你企图不小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一不小心被陆总发现了我的设计能力，品上的大门也不是永远关上的。再说这远亲不如近邻，我看您是舍不得搬离福月阁，那我只好搬过来了，是不是很有诚意啊？我帮你搬。得，那我先给您摁电梯。
我今天开门红，不仅跟陆晨阳打了招呼，还让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意，还跟我提诚意。他们一家人有诚意吗？果然跟他爸一样虚伪。我是笑得虚伪了点，但他应该看不出来。他看我这么努力的想成为他的员工，一定会很感动。他装模作样的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，是他小看我了，还是高看他自己了？那你很快就能成功了。他花了3年的时间，把品商做到现在的规模，直接跟易华叫板。这个人应该很有头脑，可能没有看起来的好对付。要对付他，就直接告诉他，不让他进品商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易家人，让他死心。像他这么死皮赖脸的人，你越是赶他，越容易激起他纠缠的斗志，反而不如让他以为自己看到目标，却要一次次的承受打击更有意思。谁让她是易敏德的女儿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来都来了，谁也别想让我空手而归。嗨，既然决定长期奋战，不如把这里当成作品来做。一来住着舒坦，二来让陆晨阳好好开眼，看看什么叫有温度的家。我得想办法让他看到我的设计作品。帮我剪一下。谢谢。龌龊！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！你看这，看这里。情绪这么低落？老铁，我太过理想化了。我以为我在国外有那么多的案例，只要陆子阳看见，他一定会动心的。结果他连他一看他都懒得看一眼。短暂受挫可以，但心气咱们得越挫越勇。对陆岑阳请君入瓮行不通，那咱们就来个抛砖引玉。怎么个抛砖引玉法？首先，我们一定要承接一个能够一战成名的设计项目，一定得是陆岑阳不能忽视的那种。现在哪有这种项目啊？我自有妙计，去我家你知道。走。请进。
挺温馨的。这地段的房子不便宜啊。那必须。20多年前，我妈一个人领路出国，各种脏活累活都干，对自己可是特别的抠。我以前呢还总怪她不给我买礼物，等她撒手人寰了，才发现她一次性给我送了好多套房子。我妈对房子有执念。我之前听她说过，我爸是建筑设计师出身的。我想她要不是太恨他了，就是太爱他了。怪不得你会跟我做朋友。嗯，你是在我身上找爹的影子呢。去你的！怎么样？我这个房子交给你。你这不都装修过了吗？我这些装修都太老旧了。你铺垫这么久，就是想让我免费给你设计房子？那你肯不肯中计嘛？我是最了解你的设计师，你要是把这个房子交给别人，我还会生气。不愧是我的老铁，靠谱。对了，今天让你过来主要目的其实是这个。我偶尔也会去做捐款，只要是捐赠人，每年都会收到福利院的定制台历。福利院的设施老旧，最近需要改建翻修。我打听了一下，品上这次对改建非常感兴趣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挑战一下？你帮我引荐一下。明天带你去。陈阳，跟我回家吧。以后我会教你很多东西，等你学会了本事，可以帮福利院做更多的事儿。你喜欢棒棒糖啊？什么味儿的？我最喜欢柠檬味儿的。我家女儿，她也是你妹妹，她喜欢草莓味儿的。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？我喜欢柠檬味儿。我有过草莓味儿的棒棒糖，只是让给别的小朋友了。你真棒，这么小就知道分享。看来啊，以后我要多向你学习。希望你以后多给我相处的机会。姐姐鞋带开了，等系好了就带你回教室。这么巧你也来献爱心啊？早知道我们可以一起来了。巧吗？我看有人是假借献爱心，其实另有所图吧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如果你是秀道福利院改建才过来的，你最好别打这儿的主意。像你这种以抄袭别人作品为生的菜鸟，没有资格成为改建这里的设计师。有没有资格是靠水平说话的，不是陆总的嘴。你要小恐龙啊？
你看这个，给你。老师这个好玩吗？哎，你看会动，你看。碰到了。这个人真是气死我了，比我还能说。青青哥哥，哥哥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是啊，哥哥。走啊，跟小朋友跳舞去。我不会跳舞。姐姐，我们姐姐，来吧，不会跳舞。小朋友的舞随意发挥。好，准备好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扭一扭。那位是秦先生，也是捐助人。他说他的朋友不染是位优秀的空间设计师，说想帮咱们改建呐出点主意。哼，果然，院长不是什么人的话都能相信的。哎，你也别老把人想得那么坏。这个布小姐一看就不会带孩子，但是她今天呢，没有拒绝一个孩子的要求。还主动帮助孩子，陪他们玩。你看，孩子们都喜欢他。你看他跳童舞那个敷衍的样子，连小朋友都不如，能懂什么小朋友的心思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走了。物归原主。喂，老板，我调查到，易华已经表示要和泰勒合作了。知道合作的是什么项目吗？暂时还不知道。易华的项目一直饱受诟病，要说服泰勒这样的大师合作，一定不是普通的商业项目。啊，另外还有个发现，不染因为得罪泰勒而在毕业前夕被学院除名了。他那么难缠又讨人厌，得罪导师有什么奇怪的？现在最重要的是了解清楚易华跟泰勒合作的到底是什么项目。好。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吗？不怕被你奶奶看见？知道你整天在干嘛？和泰勒那边联络有时差，起晚了。闻闻你身酒气，啊！幸亏没被你奶奶看见，赶紧把自己收拾干净了。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泰勒那边有回复了吗？啊，泰勒说还有其他本地公司也在联络他，而且对他作品的解读非常专业，他需要时间考虑。我们易华想合作的人，谁敢跟我们接活？我才是陆森阳，不染不是接近他吗？很有可能帮他解读了泰勒的设计思维，陆森阳说到泰勒心里去了，很心的痛。偏偏你奶奶不让我们干这不染。哼！不过我有办法治他。爸，你有什么办法？福月哥，我有眼线，不然不是搬到陆岑阳隔壁了吗？而且租期很短，咱们可以把那套房子买下来。隔壁房东，我们打过交道，聊得来。小区规定了8点之前不能装修，你店尊要再不听我投诉你。大哥，你家没表吗？你自己看看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我就
做个手术2期项，很快完事儿。我不管，我要睡觉。你说不行就不行？你说我老板还是房东啊？这抗议都到家门口来了，正好让你看看我的新作。哎，您是布小姐吧？我是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，房东委托我们呢卖掉这套房子，我是来跟您打个招呼。我才刚租下来。当然了，如果您要是愿意立刻搬走的话，房东不仅会退还您所有的租金，还会支付您3倍的违约金。您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按照合同，您可能只能拿到剩余的租金。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房东说有人出了特别好的条件要把这套房子买下来。对不起，没能帮到你。不关你事。布小姐，要不您还是搬了吧，房东等着我回信儿来。这房子要卖吗？是的，先生，不过已经有人预定了。我出5个点的中介费，你说服房东卖给我。5个点，我一定尽快说服房东，您等我的好消息。刚说什么来着？我是你老板还是你房东？看来很快我就要成为你的房东了。你就这么想赶我走？大概吧。那我会要求赔偿的。那也是前房东的事儿。那你就真等买了再来显摆。Hey, Mr. Taylor, have you made your decision yet? Yes, Mr. Liu. The sincerity of Ping Shan impressed me more than Yihua. I'm going to have a coffee with you in China. I heard you have a great passion about coffee. I can't wait for you to share it. I will book the nearest flight for you. 我已经联系了泰勒老师，你是他的学生，应该知道他是公认的优秀设计师。福利院的事情，你可以死心了吧？妈，助学贷款是出了点岔子。但是你不用担心，我还要勤工俭学的嘛。而且这学期泰勒教授可带我做项目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要上去交设计稿了。Okay. Boran, I know you're having big problems about your student loan, right? And yeah. You don't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, because I will make special recommendation for you. And you have scholarship for my department. Huh? How about that? Thank you very much. I will do my very best. Actually, your family has always carried favor with me, and your uncle also helped me to have an exhibition in China. I know they're not very nice to you. I promise him, if you are be my girl, and they won't give you a hard time. Now let me see your shape, okay? So I can see a few words of my recommendation. 猥琐油腻男，你惹错人了。What's that? I said, you have a little too much echo. Go take a shower first, and I will wait for you here. Okay.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. Take off your coat. Huh? I will.
嗯。